此时，怀帝司马炽被匈奴人毒死的消息刚传出来，方方面面的人都开始有了动作。4月，关中的司马邺上告苍天，登基称帝，史称晋闵帝。而幽州的王浚却没有急着让自己所立的皇太子也登基，因为他还有别的打算，比如说自己登基当皇帝。王浚整了一个巨烂的活儿，他搬出来已经老得掉牙的，已经过时了400多年，汉武帝嘀咕过，王莽篡权的时候喊过，曹丕代汉的时候用过，甚至乔州投降的时候也玩过的代汉者当屠高，这个又旧又差的烂梗给自己增加添命。他说代汉者当屠高，自己父亲自触道，屠高就是出道，所以我父亲有天命，而我也理应成为天子。王浚的这一想法遭到了手下西晋逃亡至此的众多官员的集体反对。不过王浚也不 care， 在他看来，我只是给你们通知一声，又不是征求你们意见。随即王浚在幽州展开大清洗，凡是不拥戴自己登基的通通杀害。世人愤怒，苛政频繁，王浚狼子野心，再加上幽州地区已经连续多年干旱，蝗灾蔽日，绝大多数有良知的汉人都纷纷脱离了王浚，去往了更北的地方，就是那个除了支持刘琨的拓跋鲜卑，支持王浚的段部鲜卑以外的第3支鲜卑部落慕容鲜卑。随着大量汉人高门和知识分子涌入辽东，慕容鲜卑部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时期。时任鲜卑领袖的慕容伟广纳汉人英才，来者不拒，既对晋朝旧臣委以重任，又要求自己部落内部加快学习汉家文明。当然，眼前的慕容氏还没登上乱世的舞台，再等等看，大约60年，战神慕容垂、古之遗爱慕容恪、矢志复国慕容德将会站在历史的潮头，呼风唤雨，风流一时。不过眼下先别管慕容鲜卑了，因为石勒已经忍不住要开战了。一心想要称帝的王浚在自己内部搞得离心离德，众叛亲离，但又确实需要人，或者说军事力量支持。眼下段部鲜卑已经不支持自己了，上哪儿找人去呢？正当一筹莫展之际，一个老朋友送上了橄榄枝。这个支持王浚称帝的人竟然是石勒。面对王浚想篡位登基这一变故，张斌给石勒建议：第一，王浚虽说现在还是晋朝的藩臣，但早就准备篡逆了，他现在缺的是人，是军队，是势力。第二，王浚现在看大王您就像当年项羽看韩信，是又忌惮又喜欢，既想杀掉又想招入麾下，尤其是他需要您这样的强势军头的支持。所以我建议咱们直接向王浚称臣，遂了他称帝的心意。只有他被石勒归顺我这个大喜悦冲昏了头脑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取得他信任。石勒听完张斌一通输入，再次说出那句经典名言：右侯说得对。然后派人给王浚送去书信，自己愿意称臣，支持王浚称帝。王浚真的失了心疯，他接到消息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甚喜，忙不迭地问石勒的使者王子春说：石勒也是一时豪杰，雄踞赵魏，为啥愿意向我称臣呢？王子春甩开了腮帮子，开始忽悠。他说：大司马您有所不知啊，我们主子石勒只是一个小杂户出身，是以前晋朝的一个小奴隶而已。而我们深知胡人是不可能当皇帝的，石先生的正统和血统都不行。既然如此，那倒不如归身于您，您是汉人正统啊，跟您好过在匈奴人手下效命。本来这一通逻辑推导已经让王浚眉开眼笑了，石勒更是锦上添花，做戏做全套。恰好此时有一个王浚手下的干部表态愿意脱离王浚，跟着石勒混。石勒扭头就把这人给杀了，并且把尸体送去给王浚，同时自己请罪。王浚一看，哟呵，时来天地皆同力啊，石先生你是真的支持我呀！随即把前来沟通的王子春封为列侯，并且从此不再对石勒有任何的猜疑。转过年来，建兴2年，公元314年春正月，王子春从幽州回来了。石勒赶紧问他在幽州的见闻情况。王子春说，去年幽州闹洪灾，百姓官员连饭都吃不上，王浚各级仓库里存着上万的粒米，就是不拿出来赈灾。而且这个人已经疯了，苛政严肃，内外离心，胡人汉人都开始反叛了。他竟然还觉得自己厉害得不得了，说汉高祖、魏武帝都比不上他。石勒听完之后哑然失笑，给大家说，王彭祖闹得天怒人怨，真可擒也。就在王浚准备登基所需的物资、基建和文书的时候，石勒已经率领10万大军北上了。当然，名义是前去参加登基大典。刚走到易水南岸，王浚的幽州都督孙伟
把石勒拦了下来。石勒也不抵抗，乖乖停下，做足姿态，等着王俊来接他。哎，果然，天欲使人灭亡，必先使人疯狂。王俊竟然要求幽州都护放行，而且让孙伟设宴款待石勒一行人。难道王俊身边没有人劝过吗？当然劝了，奈何他不听啊。王俊老先生的原话是：石勒是来支持我称帝的，谁再阻挠我跟石勒的友谊，当场杀头。石勒过河之后，更觉得时机难得，于是下令部队急行军，火速赶往到蓟城。到了蓟城，石勒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他始终还是觉得王俊这个近3公级别的干部不可能那么愚蠢蛮汉吧。于是他不进城，而是让人赶着上千头的牛羊先进去，名义上是送贺礼，实际目的是想要堵塞道路。结果王俊还是没有反应。石勒一看都进城了，也别装了，赶紧下手吧。他下令部队在城里抢劫、搜刮物资、补充粮食，解除王俊的武装，准备打仗。王俊的参谋们一看，石勒都开始纵兵大掠了，还不赶紧抵抗？结果到了这个时候，王俊依然做着白日梦，依然相信石勒，要求部队不得禁止石勒的行为。等到石勒都已经带兵占领了王俊的办公区了，王俊似乎才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。王俊想要出逃，被石勒揪了回来，然后开始表演属于石先生的经典行为艺术。石勒把王俊押到大堂，让他立定站好，然后把王俊的大小老婆都叫出来，坐在自己旁边，拉着这些美人的小手，准备发表杀人诛心的演讲，就像当年他在荡阴数落王衍一样。王俊一看领导席上全是自己的大小老婆，因此怒上心头，首先大骂石勒：杂胡奴才，敢调戏你爷爷，凶逆如此！石勒却一点也不着急，继续拉着美人的手，微微一笑，说：你位列元台，手握重兵，坐视洛阳被围，本朝覆灭而不救，现在竟然还想篡逆当天子，是我凶逆还是你凶逆呀？况且你镇守幽州10余年来，专任小人，残害忠良，燕地被你一人荼毒致死。我问你，让鲜卑人血洗邺城的是不是你？陈女子8000人于河的是不是你？攻入长安展开大屠杀的是不是你？不是我要杀你，是老天爷要收了你。随后石勒命人把王俊押赴相国，斩首示众，并把脑袋快递到了匈奴首都平阳。匈奴人收到王俊的脑袋很开心，继续给石勒升官。石勒升任汉国大都督、都督陕东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，封东单于，名义上的头衔已经快放不下了。当然匈奴人也不开心，一方面是石勒越做越大，隐隐有了难以约束的迹象，另外一方面，人家石勒横扫北国1日千里，他匈奴人到现在已经3年了，却还在打关中，而且还一直打不下来。刘琮派遣刘耀几次攻打长安，几次得手，却又被闽地君臣悉数夺了回来。长安攻坚战俨然成了汉晋之间的凡尔登绞肉机。不过到316年，西晋的气数也确实走到尽头了。316年7月，刘耀大军再次渡过黄河，直逼长安而来。这一次刘耀改了作战方案，他先进攻长安外围的平邑，拿下平邑之后，竟然向西去攻击北地，想要借此切断司马懿的后路。北地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，北地太守屈昌一面拼命防守，一面派人向长安求援。司马懿赶紧派屈允为大都督，率军去救援。然而刘耀得知屈允救援，便让人找来了无数柴火，堆放在北地，又命人伪装成逃难的百姓，一路向南。他们见到晋朝的大军，就说北地已经被占领了，屈昌已经战死了。等到屈允靠近北地之后，刘耀命人点燃柴火，顿时浓烟滚滚，直冲云霄。屈允见北地周围全是浓烟，认为北地真的失守了，悲叹一声之后返回了长安。北地太守屈昌就这样在无人救援的情况下坚守了数日，最终城破而死，全军覆没。刘耀解决完北地之后，就可以从容地对付长安了。8月，刘耀大军扫清长安外围，准备开始围攻。9月，刘耀攻陷长安外城，闽地和屈允所称君臣退守内城，继续抵抗。形势危急，闽地再度发出秦王诏书，可毫无作用。南阳王司马宝不仅不发兵救援，还切断了长安的物资供给。凉州的张轨1年前去世了，他儿子张实派兵前来救援，可1000多里的路途谈何容易。滨州的刘琨被石勒打得大败，只能只身投往段部鲜卑，而刘琨的前靠山代国的拓跋鲜卑部正在遭受内乱。拓跋以卢被儿子拓跋六修刺杀，整个代国4分5裂，不可能发兵。另外还有3路人马到达长安附近，但是立场都有问题。安定太守
焦松率兵2万，但并不救援，扬言屈允不下台，自己不发兵。新平太守烛辉率兵2万，也要等屈允所称完蛋才会出手。还有一路，弘农郡长官宋哲有1万兵马，他的态度更诡异，一直在围观。我们只知道在战后，他拿着闵帝的遗诏去了江东找司马睿，而长安内城已经是惨绝人寰，闵帝艰难度日，勉力支撑。到了10月，内城的饥荒已经极度严重，米1斗值黄金2两，没东西吃，就人吃人。太仓中还有剩下酿酒用的酒曲，屈允把这些酒曲砸碎，熬粥给闵帝喝。就这样，到10月的时候，酒曲也吃完了。闵帝哭着对屈允说：“穷困危急以至于此，君王为社稷而死，我没什么好难过的。但是，一想到将士们遭受这样的磨难，我心有不忍。所以我已经下决心了，趁长安还没陷落，行全身之计，或许可以使百姓免受屠戮之苦。给匈奴人发书吧，我愿投降。”就这样安排完所有后事之后，例如命令司马睿在自己死后接班。11月11日，闵帝派侍中宋昶送上降书，自己乘坐羊车，脱去上衣，口衔玉璧，侍从抬着棺材出城投降。西晋群臣哭泣呼嚎，拉住闵帝的手，攀援车驾，闵帝也不胜悲哀。刘耀接受了闵帝的投降，烧了棺材，纳了玉璧，让侍中宋昶侍奉闵帝回宫。7天之后，11月18日，刘聪登殿，闵帝在他面前磕头跪拜。一直捍卫闵帝和长安的屈允看到这种情景，悲不自胜，伏地痛哭，然后自杀。至此为止，西晋彻底灭亡。其实怀帝和闵帝并非十恶不赦，他们已经在国破家亡的境地下全力去做事了，只可惜为时已晚。在通鉴的本章最后，晋纪的作者甘宝用长篇大论来警醒世人，不要再走亡国之路。但无论是人丁凋零、胡人内迁，还是藩王内斗、官僚丧己，又或是武帝侥幸、惠帝愚钝，总之，即便亲眼目睹了西晋灭亡，人们还是很难去总结一条规律：俱亡矣。最后，我们来2个阴暗小故事吧，来看看我晋的肉食者和脊梁们的表现。长安城破之前，闵帝已经意识到，在当前这种人吃人的境地下，必然无法坚守，于是决定投降，并派侍中宋昶去跟刘耀谈判投降事宜。没想到这事儿被所臣知道之后，悄悄地把宋昶拘留了下来，然后让自己的儿子代表西晋朝廷去跟刘耀谈判。所臣的儿子给刘耀说：“现在城中粮食足够支持1年，你未能轻易攻占。但如果你能答应让我父亲所称在投降之后担任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3司以及万户的郡公，那我们父子俩就会说服闵帝向你投降。”刘耀听完了之后，看都没看一眼，随即下令砍了所臣儿子的头，并传话给所臣：“匈奴汉亦是帝王之师，以义行也。孤自带兵15年以来，从来不信阴谋诡计，只信穷兵极势，泰山压顶。所称你现在这德行，就是西晋官僚的典型代表，就是天下首恶，你等着被消灭吧。”而所称呢，在闵帝出降之后，他跟屈允随闵帝一同被押至平阳。屈允看到皇帝磕头，痛哭后自杀，而所称倒是想摇尾乞怜。可是当匈奴皇帝刘聪听完他的事迹之后，认为所臣身居高位而不忠于晋，下令于平阳东市将他处死。而在闵帝城破之前，不仅所称心里有小算计，司马睿也有。在316年汉晋最后一战之前，闵帝曾经传檄天下，号召天下诸侯进长安勤王。而且为了防止各地都护不肯发兵，闵帝还派人专门去各地催促。上期我们曾经表扬过的琅琊王司马睿，在这一集开始不干人事了。面对使者的催促，他先说江东没兵，再说现在江南还有杜涛之乱，没有精力。等到杜涛被灭了之后，他又说还有一个杜曾没有被消灭，还是不能出兵。司马睿的心思很简单，救下闵帝，自己无非就是一个琅琊王。但如果闵帝死了，自己就有可能再进一步。朋友们，什么叫门户私计？拿着国家命运和皇帝的性命做买卖，只顾自己荣华富贵，这就叫门户私计。然而司马睿的这一举动，有一个人忍不住了，他给司马睿进言说：晋室之乱不是亡于皇帝无道，百姓造反，而是因为藩王争权，自相残杀。如今北地百姓备受蹂躏，大家都有奋起反击之志，大王您为什么不能带我们一雪国耻呢？但司马睿
还是冷冷地表示没兵没钱。你要是想北伐，我给你一个分为将军的名号，再给你一个1000人吃3天的粮食，别的什么都没有，你自己一个人回北方吧。而这个人却一点也不在意司马睿的冷漠，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。他立即带着子弟和家属南渡长江，返回北地，准备收复旧山河。他就是祖逖。祖逖在过江的时候，船到中游，他向南回望，感慨万千。一想到山河破碎，百姓涂炭，一想到未来的困难，肉食者鄙的愤懑，顿时感到热血涌动。他敲着船脊，发誓说：祖逖不能倾中原而复计者，那就让我如这大江一样一去不回。真正的民族英雄祖逖正式上线了。